比如说，在印太战略文件当中，他就明确把中国、朝鲜和缅甸当作对手。那再加上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这些国家，可以看得出来，全世界能够拿出决心来坚决抵抗美国霸权主义行径的，其实真的只是极少数。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今天的美国已经违反了国际战略的一些基本原则，同时与中俄为敌。就在俄罗斯宣布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之前的3天，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就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必须同时准备与俄罗斯和中国开战的这么一篇文章。在乌克兰战争打响后的2月26号，美军的拉尔夫·约翰逊号驱逐舰由南向北穿越台湾海峡，蓄意向中国挑衅。美国外交界和战略界在乌克兰战争的炮声当中还顽固地坚持，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才应该是美国的头号目标。中国是2个核大国，都拥有强大的常规武装力量。虽然今天的俄罗斯早就不是当年的苏联了，但是如果美国打算全力以赴的跟俄罗斯打一仗，特别是在俄罗斯的家门口，那么谁胜谁负还很不好说的。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怎么样，美国从政府到国会再到咨询机构都已经做了无数的评判，这几方都已经公开承认，在第一岛链以内，美国就算是投入最大的力量也不可能获胜。美国现在还有那么一批人要考虑同时和中国、俄罗斯开战，难道他们的神经不正常了吗？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美国把中俄2国敌视到这种程度原因是复杂的，但归根到底恐怕还是离不开一个钱字。美国的国际战略基本目的就是为了从全世界收割资金和人才，用来支撑美国社会，让这个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能够继续运行下去。如果没有中国和俄罗斯，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根本抵挡不住美国的收割。美国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用司法、文化、经济、金融等多方面的渗透为手段，已经能够操纵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命运，也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自身。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那么几个国家有勇气、有决心，坚决地抗拒美国的军事干预和社会渗透。拜登政府已经公开把这几个国家的名字写进了自己的战略文件。比如说，在印太战略文件当中，他就明确把中国、朝鲜和缅甸当作对手。那再加上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这些国家，可以看得出来，全世界能够拿出决心来坚决抵抗美国霸权主义行径的，其实真的只是极少数。不过就在这极少数国家当中，就有中国和俄罗斯这2个核大国。不但如此，中俄2国还在全世界相当多的战略性的领域占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比如说，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和航天活动当中举足轻重，没有俄罗斯核心舱提供的氧气和水，国际空间站一天也运行不下去。中国现在是全球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主要参与者，离开了中国，可能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第2天的生活都会成问题。中俄2国一方面坚决反对美国所安排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坚决反对美国的经济收割和人才收割。不但如此，中国、俄罗斯还有能力在诸多的高技术领域实施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让美国不能够安安稳稳地享受科技霸权。所以不把中俄2国整下去，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就不能稳固。今天的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他必须从海外弄到一大笔资金来填充自己的财政黑洞。在美国看来，这个世界上谁手里的现款最多呢？当然是中国。俄罗斯虽然没有中国手中的现款那么多，但是俄罗斯在外经贸领域是常年保持顺差，手中也有一笔为数不少的外汇储备。美国政府看着这2笔巨款就弄不到手，显然早已是心急如焚了。难怪美国政界精英都快要神经错乱了。中美关系看不到美好前景，有的只是冲突与对抗，贬损与中伤。只有让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的这种反华战略遭到巨大的失败，才有可能使他们稍微收敛一点。至于美国内部会不会因为对外收割失败而发生动荡甚至是崩溃，那都是咎由自取。